前部长花了300多万去办音乐会这件事情，可是我都不太希望是变好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我一直对于学历主义我一定有点抗拒，就是通常容易做的事或简单的事不会轮到我。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我们今天呢，这个年终有没有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他要来好好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年度当中，全台湾、全社会都在关注的一件大事。热烈欢迎劳动部长洪申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申翰今天是上任部长之后的第一场专访，对，很紧张吗？其实也不是紧张，但是确实是第一场专访就可以。这是一定要的啦，当然是要第一场给我啊。好啦，我们进入主题啦。在这个下半年，其实全台湾都在关注劳动部。是。劳动部这个霸凌案，我有一些疑问啦。就是说，这个案子出来之后，曾经有过第一版的调查报告。那第一版的调查报告呢，大家全社会更炸锅，所以有了第二版的这个调查报告。那在第一版跟第二版当中，有发现什么样子的新事证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不用讳言啊。其实我之所以会来到劳动部这边来担任部长的工作，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也就是这个无薪公务员霸凌的事件，然后在第一次的调查的过程里面，当然社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批评，所以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才会有我被行政院征询来的这件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当时宣布我就任的时候，我一直跟大家说，请不用恭喜我。然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需要该恭喜的事情，因为这真的是来自于一个悲剧，所以才有一个我自己工作上面的这样一个转折。那在我上任以后，当然我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其实就是要重启这个无薪公务员轻生的事件的调查。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一直跟家属保持沟通跟互动。我这边可以透露这个事情。其实家属在这个无薪公务员的家属，其实他们当然还是很悲痛，可是他们其实一直跟我说，其实他们要的不多，他们只是希望给他们一个真相。怎么样给他们一个真相，然后不然他们心里面真的过不去。对，所以我说家属很悲痛，可是其实他们也很理性。那所以我其实到我在我部里面一上任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有重启的这个重启调查的委员会。那我当时其实这次委员会里面，当然我就说我直接就是委员会的召集人。那不用说别的，我一定是要为这份重启调查报告的内容来做负责。那我也不会逃避责任，甚至我很直接的就跟委员会说，我想社会现在没有办法再接受我们再给一份冷冰冰的报告了。我们在做这个调查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坦白说，我们一直在想的是家属。我认为要给家属一个真诚的交代，是我们在做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我认为包括每一个委员心里面其实一直惦记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在这一次调查报告重启的调查报告里面，后来大家也一致的，因为里面也有外部的委员，有很多专家学者，其实大家有默契跟共识是说，我们要更从被压迫的无薪公务员的角度，去还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之前谢宜荣的就第一份报告的时候，当然讲说目的良善，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好像觉得这好像比较像是从一个去从谢宜荣的角度同理谢宜荣谢前分署长的角度去思考事情。
可是我们认为，其实你更该从被压迫者，或者是就像无性公务员的状况，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我们其实很仔细的去把从谢宜荣在去年的年初3月上任之后一路的过程，然后包括大家现在讲的这个 AI 的这个智慧救扶的系统。整个的这个计划的过程，全部按照时间轴全部爬梳出来，就是想知道，那无性公务员经历了什么。所以不讲别的，当你从无性公务员的角度，把他所面对到的事情，全部都摆到桌上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的调查小组的成员，几乎所有的人来说，几乎是无意义的，很清楚，这就是职场霸凌。他的工作 loading 非常重嘛。他不止工作 loading， 他的工作 loading 原本就重，但是再加上他被谢宜荣前分署长交付了一个几乎在那个分署里面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那这个不可能完成是包括很多的中阶主管根本就讲不清楚这个所谓的 AI 智能救扶方案，它到底要做什么。大家讲不出需求，所以他只有一直在这里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但是大家又讲不出来到底该怎么做。所以几乎我们在访谈的这些相关的基层，每个人都知道，这就是一个根本几乎是做不出来的东西。这可以白话的说，这是谢宜荣想要往上邀功而发想出来的一个奇怪计划吗？其实，因为我们后来看到谢前分署长，他其实是坦白说，如果用白话讲啊，我这边讲白话，他是一个很会向上管理的人。了解。那在这个向上管理里面，他一直觉得说，我要率所有分署之先，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作为一个这个罗东救扶站的亮点。我要拿这个亮点去各种，也许像长官像什么来去证明看我的能力，或者是我来协助你们完成了一个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就是在一个这样亮点思考下面，不断的去挤压我们的基层。对。那尤其无性公务员，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而且勇于认识，所以所有我们访谈到他的同事们，其实对他都是觉得他的人，不管是人品、工作能力，甚至心里面的抗压性都是很高的。所以这才让大家更为，我觉得更为伤痛，就是明明他是一个这么好、这么优秀的我们公务体系的这样子的同仁，可是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那当然谢宜荣分署长当然在更大的范围，他的这个对同仁的霸凌的作风，当然不是只针对无性公务员，他几乎是对整个署一种非常高压式的、辱骂式的，然后再塑造一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北分署的同仁来说，心理的压力都非常非常大，然后甚至造成寒蝉效应。我说这个寒蝉效应，其实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发现非常关键，因为其实比方说我们任何作为一个主管的人，你有时候会下一些指令，那你下的指令可能对，可能有时候不一定那么精准，可是你会需要透过你的下属来跟你反映说，其实这个指令好像不一定做得出来，这个指令好像不是全然都是对的，那你会在这个反应过程里面，你会去修正。对。但我说，为什么那个寒蝉效应关键在当下面的人都不敢说话的时候，当下面的人都不敢反应的时候，他也会失去了校正的机制。所以一个有问题做不出来的工作跟计划，就会一直压着下面的人做，而没有人敢去跟主管说这个指令可能有问题哦，因为如果你反应，你就会遭到相同的谢前分一阵训斥、辱骂，甚至一个更大的高压。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几乎在北分署里面的状况是，很多这些基层的同仁，甚至最后他是寻求要降调都要逃走。真的降调？公务员降调不容易耶。对，其实假设你要换到别的职位上面的时候，通常平调其实大家都希望是升职嘛。对。其实你发现里面有很高的比例，就连他是降调都要离开。那
如果有人申请要降调，而且不只是一个人，很多人都这样申请的话，谢宜荣的长官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吗？对，这当然是我认为这当然是整个在集体管理上面确实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所以我自己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当然我认为也不是只有谢宜荣，坦白说，可是谢宜荣当然是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他塑造了一个这样子非常高压，甚至很多同仁是跟我们说，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职场环境。然后在这个让人窒息的职场环境下，对于这个无性的公务员又再多了一个这个所谓 AI 智能方案。那有些同仁说，这其实有点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们在我们调查报告里面，其实我们也呈现了，其实他有无性公务员的同事也让我们说，其实之前他就一定觉得好像这是有可能做不出来。他说：“那做不出来怎么办？就挨骂。”无性公务员跟同事说：“如果做不出来，那就自我了断了。”对，我有看到调查报告的这句话。那这句话是他是讲真的啊？我认为在那个当下，当然，也许他的同事也不一定，就说到底真或假。哇！可是你从这个话的轨迹，就好像可以推敲最后的状况。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也不会去怪说听到这句话的同事当时怎么想，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要去谈这个问题。可是代表的事情是，从这个 AI 智能方案随着时间越来越紧迫。然后，无性公务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甚至到最后，我们访谈看到无性公务员很多同事说，他的最后的人的精神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甚至他越来越早到办公室上班，甚至早到凌晨5点、凌晨4点，我们看到记录都看到这样子的记录。所以你知道，那整个其实这整个状况是，其实我们当越完整的了解的时候，你是越难过的，你是越难过的。那外界也很关心一件事情，就是说谢宜荣作为一个分署长，是不是有集团包庇、官官相护的现象？所以谢宜荣集团周围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圈子吗？巩固了他们的领导方式，巩固了他们的官位吗？在我们的调查报告里面，当然是有看到，就是说，当然这里面也牵涉到一些中阶的主管。那中阶的主管他确实也被谢宜荣压迫。但有一部分的中阶的主管，他也把这个谢宜荣对他的压迫，可能直接转嫁到更基层，让基层去承担。所以照理来说，一个主管他应该要扛住一些压力，或者是怎么样协助他的下属来完成合理的事情。但有部分的中阶主管，你也看到他中扮演，他既是被谢宜荣压迫，可是他也把这个压力转嫁下去。所以如果仔细来看的话，确实这整个系统之所以后来最后发展成这样，也不是只有一个人。那也包括，其实谢宜荣也会在我们的访谈里面，很多同仁都讲到，他其实会不断的去告诉大家，我跟署长的关系如何，我跟部长的关系如何。那这也都让其实会很多同仁他不敢再向上提醒，因为他会觉得，我如果在向上做怎么样的提醒、申诉、投诉，很可能不会有结果，甚至有可能会被追究，甚至会被点名做记号。那这也让整个那个能够校正的机制再更困难。了解。所以谢宜荣的确很会向上管理，然后也的确可能有一些人保护了他，包括了他的长官、署长，甚至于他声称的跟部长的关系很好，这是他声称的，对他声称的。那所以这些被压榨的这些基层，被这个霸凌的这些基层，
可能也没有办法认为他反应可以往更高层反应，所以连申诉的管道，连这个求援的系统，就是寻求援助的系统，他们都没有。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北分署的基层的员工，他们把很多的讯息是透过跟媒体爆料的方式。对。那这代表的事情，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有什么问题，大家在内部来好好谈。可是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人必须寻求外部的管道的方式，代表确实他已经对内部的申诉机制不具信心了，或不具信任了，才会是这个状况。对。所以作为一个主管来说啊，你可能不可能只是叫说你不可以去外部爆料，可是重点你必须把一个内部的机制，你必须建立起来，让大家有信心才可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在我上任第2天，其实我们就到北分署去。那我们其实就提供了我自己部长的专属的信箱跟电话号码。那你收到了几封信？其实蛮多的，但是里面不一定都是这样的指控的内容，也有很多是给我们建议的。就是建议怎么样做得更好，提醒我们小心注意什么地方，也有很多。可是我说在这样子的方式里面，其实让大家知道说，第一个这些来的讯息，我们都会好好保护消息的来源。我们不会把你曝光，或者是让你有各种压力，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其实那天我们去北分署，其实我们真的是一个办公区去讲。就是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去的时候，那个分署的同仁跟我说：“那是不是要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地方？”那我说：“聚集到一个地方，可是那整个署里面几百个人呢。那与其那样，还不如那我们就一个办公区去讲，每个办公区都去讲，都告诉大家我们想怎么做。然后我们会好好保护大家。”那你这样好有诚意，会让这些公务员会觉得，这个部长感觉不是又像以前大拜拜，大家集合一下念，然后散会。你的态度不错。但是确实现在我必须坦白说，北分署在经历了这些波折之后，他们是很不安的状态。一定的啊，人心一定浮动啊。所以也因为他们其实很不安，所以后来包括我们跟部里面的同仁讨论说，怎么样给他们在一些心理智商上面的支持，那甚至是法律上面的支持，那这些事情都是希望优先的提供给北分署的同仁们。那你接到的这些内部的信件啊，普遍来讲就是部里面的这些压榨基层员工的案例多吗？然后你们一件一件去处理了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它其实很多人反映的是一种比较结构性的问题。比方说，可能确实是里面也存在着一些人力结构上面的问题。在这个不健康的人力结构之下，其实这一些压迫性的事情就比较容易会发生嘛，这大家一定可以理解。所以其实很多同仁建议呢，他不一定只是针对个案怎么样子，而是他长期以来他自己观察到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些建议跟提醒也都是我们接下来当然要来面对跟逐步想办法改善的。所以整个部里面，北分署谢宜荣领导的这一个部门当中，外界看到说他的员工流动性极大，有80个人，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流动，包括你刚刚提到的，有些人甚至愿意降调，都要离开他。那其他的单位有这么高额的比例要求离开这个单位的吗？坦白说，确实在北分署是特别高，而且是不寻常的高。那所以他的长官叫做署长啊，那所以署长要负一些连带责任啊。署长没有发现，你北分署怪怪的哦，那其他分署怎么都没有这样，所以署长也有责吧？是，署长当然要负督导上面的责任，对。那所以这个署长呢？署长现在其实也被记忆大过，然后调离现职。所以他也必须负，对，也必须负督导上面的责任。那我等一下再问前部长的问题，我先问谢宜荣，从谢宜荣发展出来的问题，他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曾经去找过国会黄国昌立委这件事情，你们也
调查了吗？我说实话，这部分他跟立委的办公室谈了什么，我们其实不清楚。我坦白说不清楚，对，没有问他这一块。没有，我们没有处理到，我们处理的比较是刚才说到是在无薪公务员他为什么轻生的这个部分，对。所以你们其实并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谢宜容有多少援助团体在支撑他，完整的支撑团体，甚至有可能包括立委。我觉得我们当然尽力去拼凑到底这整个结构性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包括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我想这次也是很清楚去呈现说，它不是只针对无薪公务员，所以也让大家知道，它对整个分属的那个管理的模式是非常有问题的。那这个管理的模式所造成，刚才包括讲寒蝉效应等等等，到底这前因后果的逻辑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尽力的把它给呈现出来，主要是我们就在这里。谢宜容有被大家质疑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乱花钱装潢自己的办公室啊等等的。那他的钱的运用是救安基金，你可不可以讲一下救安基金到底使用的对象方式，然后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大金库，所有不管干嘛就是从这里面挖钱，不管合不合理？确实，比方说，我那天去到了北分署之后，我也看了谢宜容的办公室，然后那轨道灯真的就是完全拿来照他的那些心爱的植物的。那查下来，当然确实没有错，这些轨道灯它的经费的来源是透过救安基金的小额采购。那这当然是完全没有办法被接受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在检讨的事情是，为什么像这样一个采购案，到底为什么在他那个地方就这样决了？为什么没有其他的把关机制？因为他是最大的啊，分署长就是最大的啦。没有，不一定啊，就是说有没有其他可以再去做这样稽核的机制？我们现在也在检讨这件事情。所以刚刚石一姐讲到说，现在大家对于救安机制、救安基金啊，那有很多的讨论，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也很密切的，其实在检讨我们现在整体救安基金在管理上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些机制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自己确实检视的一些内容跟过去的一些用途，确实里面有些用途我们看到是真的觉得是不合宜。你要不要举个例子？刚刚之前被滥用到哪边去？刚刚说，就像谢用的这个轨道灯，这是第二个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会议室，它的一些设备的采购。那会议室设备采购，这个会议室设备采购，它的采购的规格跟金额，都让人觉得5星级饭店等级，对不对？怎么会弄到这样子的规格？就是说，像这样子的案例，我们是有在检视过程里面看到，当然有包括现在媒体上面有在或立法院有在讨论，是不是有一些活动的办活动的内容跟救安基金的名目是否符合？然后跟某些桥段为什么这样设计，为什么那样设计？我想这些事情。我到了劳动部以后，其实几乎是第一时间我们就要求大家必须非常非常严肃看待这些问题。第二个是我自己也很清楚知道我必须以身作则啦。说实话，有一些过去我们看到的用法，如果是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该这样做。那这时候。我认为我作为一个行政的首长，我觉得要以身作则就非常非常重要。对，因为如果没有办法以身作则，那其实下属也会。对啊。对，所以下属也会觉得那是不是好像这里面有些模糊地带等等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外界会对救安基金非常严格的检视。对，它到底原本应该用怎么使用它？其实救安基金它的来源是来自于
很多包括产业移工，他的雇主要缴所谓的就业安定费来的哈。那但随着因为台湾的移工越来越多，所以就安基金的金额当然越来越水库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但是就安基金其实过去在很多次，比方说在我们金融危机的时候，或者是失业率比较高的时候，它都扮演很重要的工作。比方说对于一些失业劳工对，你要怎么去协助他就业，或者是职训，或者是有一些弱势劳工、身心障碍的劳工、妇女、中高龄。其实都透过就安基金，他能够拿到一些支持，来协助他怎么样去做顺利的就业。其实他帮助了很多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很不愿意看到的状况是，其实这个就安基金在整体台湾的这就业职场上是很重要的。对。可是现在好像确实因为大家现在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的这些争议的事情，我们是很不乐见看它整个被污名化。对。他其实之前真的帮助很多人。我有个导游朋友啊，在疫情的时候就没有工作嘛，谁要出去，谁能去旅游？后来结果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转业啦、职训啦，然后帮忙媒合啊，然后做训练等等，才能够养活家里。包括之前金融危机的时候，那我们的整体经济状况不好，就业状况不好，其实就安基金其实提供了各种的就业方案，跟补助，其实帮了很多人，所以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当然现在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怎么把大家有疑虑的部分，或者是确实应该做一个更严格的把关，你才能够让就安基金整体的支用，我认为对于它的使用或它的执行，可以让大家觉得更放心。对呀，而不会变成好像现在谈到就安基金就被。你们都乱用啦，就好像被贴一个标签。对，就是你们的小金库啦。我觉得这对同仁也不公平。我觉得真的觉得这对同仁也不公平。但重建信心的过程的确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是。好，那也因为大家为什么会没有信心，是因为其中有一大部分，好像办演唱会啦，媒体都这样讲。那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因为前部长很爱唱歌，歌声也是好一级棒。然后呢，所以呢。就说办了那样子的演唱会，所以这件事情前部长也会遭到调查，并且这个要追回这5000万。其实现在包括审计部啦，包括检调，包括监察院，其实都在做相关的调查了。对。那其实这些调查，我想劳工部我已经对外说过很多次，我们一定是全力的配合。好，那我们也绝对不会包庇。我想现在社会也不容许劳动部包庇。所以在调查的部分，我想这个我讲我们的态度是很清楚的。那我觉得劳动部其实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是，那我怎么要把未来的把关机制，我们必须把它弄得更明确。比方说，在就安基金该做审议的部分，审议的方法怎么样更明确？能够更有效，我认为有检讨的空间，包括是不是有一些在用途上面，其实过去的认定是比较宽松的，接下来是不是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把关的线索，那也包括大家会认为，是不是要这个就安基金的支用状况会要有更多的透明化的资讯的揭露，好，那因为。这里面这些机制上面的检讨，我想这几个礼拜，都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要提出一个针对就安基金的改革跟把关的机制面的东西。那因为我们真的不希望，真的是要痛定思痛，所以真的不希望现在大家看到这些争议，未来再发生。所以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就安基金使用的办法、监督的办法，然后公开透明资讯的这些办法？我在12月初在立法院承诺是1个月内，1个月的时间，可能在1月初，我们会1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个完整的，我们会把这个强化把关的方案来提出来。那就目前看到的，你在部里面看到的，就是说前部长花了300多万。去办音乐会这件事情，你们的认定是违反规定吗？
其实这一场音乐会，它的主题是性别工作平等法的20周年。说实话，性别工作平等法真的是台湾的劳动法制化跟性别平等，我认为是很重要的里程碑。好，就性别工作平等法上面，这其实对于很多，尤其是女性的劳动条件上面的提升，或者是怎么样在职场上面不要遭受到歧视，很重要。但确实，在这场音乐会上面有部分的桥段的设计，当然我想现在大家也很多的批评，对，就我认为是部分桥段设计，所以这部分当然现在我们也在检讨，怎么样未来不要再发生。但是我自己比较不会觉得说，好像因为某些桥段就变成好像整个事情都是有问题的。我说实话，我觉得倒也不尽然。那我自己也问了一些几年前有去参与这场音乐会的人，有很多是工会的成员。其实他们对这场音乐会，因为里面很多东西就是谈性工法20年的纪念，这个纪念本身，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只是现在大家比较聚焦在那些桥段上面的问题。对。那我认为该检讨就检讨。可是倒也不用变成说好像否定了性平的性工法的这个事情，因为这真的在台湾的劳动法制化是我觉得是重要标志性的事件这样子。那我觉得有问题我们就面对，可是我都不太希望是变成好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就是对啊，当下其实蛮多人来参与的劳工会、劳工朋友等等等，或一路上有跟性工法的立法有关的一些朋友是有来到现场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你上任部长多久的时间？快1个月。这1个月的时间，将近1个月。对，还没满，快满。对。就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部里面的这些员工对你的回馈，他们有信心重建了吗？我确实是我认为是在劳动部很内外艰困的状况下面上任的。那其实我也跟我们的包括部里面的同仁，让大家知道，我们势必要有一个新的作风。然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怎么样子力挺我们的基层。因为不管是无性公务员的这样子的悲剧，其实它都反映了一些事情。所以要怎么样更从基层的角度来去思考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至少我上任劳动部以后，我不可能闪避的课题。所以我当然不敢什么样往自己脸上贴金啦。可是我们确实是希望在劳动部有一个做法上面的改变，而且我刚才说了，要从我自己带头做。对。那这个无性公务员的家属在看到了这些新版的报告之后，然后他们有没有跟部里面沟通上面觉得比较能够接受一点点？是有的，是有的，因为我们都有保持，我们都有保持沟通。我也坦白说，其实无性公务员的家属过程里面也提醒我们了很多事情。也提醒我们很多事情。他们有一些他们之前觉得该厘清，好像还没有清楚厘清的事情。他们也把这些希望我们帮忙协助厘清的事情，其实都有让我们知道。所以这对于我们完成这一份重启调查的报告，其实帮助也是很大的。对于家属的情绪来说，我想家属的感受是我们在做调查报告里面真的我们非常非常在乎，而且几乎是我们所有的委员都非常非常关心跟期待，不要再让他们期待落空。对，这很重要。我觉得大家都是抱持这个心情在做这一件事情。之前我们透过监视器的画面看到说，这个北分署看起来很早上班，很晚下班，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个你上任之后，
有没有严格禁止说，以后不可以再这个样子？你加班报到一个上限之后，你就不要再加班了，不可以说你早上4、5点就来打卡上班，然后8点钟再打一个假卡。我们现在当然是我认为几件事情开始来做。第一个就是说，怎么样让这种不必要的加班，或不必要的工作的负担，应该要合理的要减少嘛。因为这件事情是源头。如果都一直像谢荣芬署长一样这样交代一个永远都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又高压去压的话，那大家当然班一定是永远加不完的。当然我没有办法去说啊，我们从此都不会再加班，这个话我觉得你也很难这样去说。但至少不会这么夸张，4、5点给我上班，是谁爬得起来啦？对，但是我说在吴姓公务员这个案子里面，你看到他的这些生前的这些行为，他其实已经反映了一定的事情，只是他该被反映跟呈现的事情，在那个当下没有办法被好好的去处理，所以最后导致了这个悲剧嘛。对，所以我刚刚实习姐的问题的话，我会认为我们尽量要减少这种不必要的工作。那很直接的说，如果你有加班，就照实如实的呈现。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造假打卡。这基本上就还是有一个规矩的，这样子就如实的呈现。我们是希望是这样子。在今年2月的时候，原本前劳动部的次长也曾经找过谢宜荣了解整个案子，所以劳动部这个案子当初有没有错失了一个可处理的良机？但是就我们现在的了解，当初的次长去约谈谢荣，主要是针对他经费使用上面的问题，比较不是针对这个所谓对同仁的霸凌，所以当时是经费使用上面的问题，对，就是包括一些礼物的采购啊等等，当时主要针对这个，对。所以并没有说错失良机处理霸凌，挽救一条生命的这个。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这过程里面，其实也许真的存在着这个很多机会，如果当下有做出一些更明确的面对的话，也许有机会能够化解。这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嘛。所以其实当初的官官相护，恐怕真的是一个制造悲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我刚才说，我觉得那个寒蝉效应很关键，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发现，那个寒蝉效应不敢讲。所以有问题的决策无法被矫正。对，这件事情造成了这个一条人命的损失，这件事情的确是劳动部很大的一个教训啊，所以希望未来不要有这些事情。那另外好，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的新闻。这个案子我们先到此告一段落。最近在审预算，立法院看到一条新闻说，蒸饭箱啊要删预算，因为是不是劳保局的蒸饭箱平常民众可以开放申请吗？还是说未来要开放申请了？应该是说，其实这个蒸饭箱的使用，它的用途其实就是我们劳保局的很多的这个基层公务员的需求。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需求，因为你是从立委到部长嘛，你看到你过去的同事提这个案子，你有什么反应，或者是你会去跟这些蓝委沟通一下，说不然要吃冷便当有？没有，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尽力的说明，然后该为我们基层同仁争取的，我们就要尽力的争取。我说这就是基层非常非常典型的需求。今天当大家是有这样蒸饭箱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它也减少很多他必须一定要去外出用餐，所这样的时间的成本。对，其实它对于整个我们的劳保局的整体的服务的效能，其实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尽量必须说明啦。我们看有遇到像这样的提案，我们就说明跟委员来争取说，请这部分还是要请大家支持。你角色这样子变，就是从以前是删预算，现在是拜托你要通过这个预算，你角色适应上还 OK 吗？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啊。好，但是你有被这个傅崐萁
讥笑说你不是个货色，意思就是这样。你听到的时候不会心里难过吗？就像看到这些立委要删蒸饭箱的提案的时候，你不会笑出来吗？我想副总召当时是针对我的学历啦，对，好，那好歹也是台大的好不好？哦，那我必须说，当然，我觉得对于这些对我过去的学经历的各种指教，我都尊重啦，你心里不会难过？我应该我可以做一点说明了哈，就是说，确实实习姐说的说，我是念过建中，我也念过台大，但我在台大没有拿到学历，这是事实。进去就很不容易了，好不好？但是我知道，在这个社会上面有某一种观点来说，这当然不算是一个漂亮的学历嘛。我说对，我说在社会上面某一些观点来说是这样子。那当时这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这是20年前的事情。但当时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很想多讲的原因，是因为确实第一个这是20年前，第二个当时其实是因为我的眼睛有状况，所以去开刀。那开刀以后，当然就有点，当然会有影响关于当时求学、念书的一些状况。所以后来反反复复的休学。那最后，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有拿到了同等学历，那拿到同等学历意思是说，未来如果要考研究所，其实是可以考。所以后来我想一想，那时候眼睛的状况不是很好，我那时候就选择就先离开学校。那后来投入我自己觉得我想做的事情。说实话，其实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有很多长辈，他会来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去把这个学历补上啊？好，你是不是赶快去念个什么啊，把学历补上啊？不然你看起来一个完整的大学学历，好像你都没有最后拿到毕业证书。但坦白说，我一直对于这样子的学历主义，我一定有点抗拒。你有一些反叛的基因，就是说，我会觉得，今天如果我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然后我对于某一些高阶的知识，我很感兴趣，我非常好奇，那我觉得我会很想去学，去念。你要拦我，你也拦不住。可是如果只是为了补上学历，我心里就会觉得，可是我当下明明有一些我觉得更值得花时间投入的事情。我懂你，所以我们俩频道很能沟通。对，所以我其实后来我就觉得我要去遵从这个学历主义的逻辑吗？还是我其实应该好好的就把我那个当下我该做的工作做好，做到专业。这其实是这10几20年来，其实这是我自己的历程。那我说要对我的这个历程跟经历批评、指教，各种的难听的、不难听的都有。那我说我尊重。可是至少我觉得，我现在我是作为一个劳动部长，我的工作是，不管你学历好，不管你学历不好，只要你是劳工，我就要想办法支持你。而且我也很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文化里面，可以少一点这种学历主义，或者是来自学历的歧视。让有能力的人可以透过他的能力更被看见。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在这个工作上面，我应该要去努力的事情。了解。所以你其实有一些反抗的这种体质。对得起自己最重要哈，有没有？用学历去这个歧视任何人，都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好，我们回到劳动部的业务，服务业缺工缺很严重，要开放移工。那你的回应？你看现在服务业的确是缺工缺蛮猛的吧？应该是说这来自产业这样的声音，我们都有听到了啦，哈。然后确实现在行政院也很重视这个议题。不过确实整个缺工，我想我们的整体的劳动政策当然是要以本土劳工为优先。所以
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正在评估的也不只是针对服务业的移工开放的问题，而是整体劳动力开发的问题，尤其是怎么在本土的劳工他的就业的权利优先的状况之下，来做一个完整的评估。那关于移工的政策，这是里面的其中一环。可是我想，本土劳工优先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对，因为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本土的人然后投入这些服务业也好，或者是缺工的产业呢？其实现在我觉得，尤其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高龄化社会，所以大家其实也越来越重视，比方说中高龄的劳工的就业，好，包括妇女的就业。那我们其实现在也在规划政策，怎么让这些中高龄的劳工，他其实到了他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他也许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职场，那他怎么样让他还可以再回得来？哦，对。然后让他其实是可以有一份稳定的薪水来供应他这个人生的下半场的所需。我想这事情是很重要的。对。所以不管是中高龄身障者，甚至也有很多原住民的委员也提到，像原住民的就业的问题。那刚才说妇女，那当然移工我们会一并在这里面考虑，可是所以这里面不是只是单纯针对服务业移工，因为我想我们的产业是面对到是整体的缺工，那甚至我们现在更看到，其实是有的时候不只是缺工，它是要怎么样留人。如果它的流动很大，那你怎么样补都不够它。如果它的流动率太大的时候，你怎么补都可能补不了这个洞，无法补不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协助，包括协助这些企业，一方面媒合劳工，二方面怎么样协助他留人。媒合跟留人很重要，对，就不会缺的这么严重。不然他如果这个水龙头没有关紧的话，其实你注再多水进去，它终究都会流掉。所以我说这里面会有一些该整体思考的面向，移工是里面其中一块，它不是全部，但本土劳工的权益要优先。我想这是从劳动部的角度，我们了解的很重要的原则。那我们大家也会在一段时间后会跟行政院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叫做劳保基金啊，劳保，因为这个洞也蛮大的哈。然后现在每年都靠拨补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这个劳保的水库能够稍微多一点水。之前我访问过之前的2位部长哈，这2位部长都拨补也是一种方式，然后呢，它可以这个稍微让这个破产的时间往后延一点。那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财政收支划分法在立法院已经被中央的钱被挖走蛮多的，所以恐怕接下来要拨补到各种包括健保的啦、劳保的啦等等的，它会变得比较少。那所以破产这件事情对劳保基金来说就会变得比较严酷哦。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办？我想现在的政策在政策面上面很清楚，就是政府一定是负最后的责任的。我们其实一定是用这个我们一直是用这个态度来处理劳保的问题。那其实这几年拨补是方法之一。其实这几年我们其实在劳保基金的这个投资的效益上面也不错。可是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请详阅投资说明书啊。对，但是我说我至少过去的几年来说的话，其实投资的效益不错，所以我们今年年底我们劳保基金的这个水位是可以破1兆的。但我讲破1兆不是说所以我们就很乐观，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是有过去去维持这个水位的方法上面某个部分是有效的，所以让它现在是可以破1兆。但确实未来随着人口结构的恶化，对，这个基金还是会处在我认为大家要非常非常关注的状况之下。但至少，我想从前面几任部长到几任的行政院的院长，我觉得
就现在民进党执政团队的态度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把这个基金的永续存续的责任，我们会把它扛起来。那拨补是其中一个方法。那所以还可以，劳保还可以活撑多少年？其实我最新的试算年底出来，当然最后的结果出来，但是就目前看，就目前的初步的一些数据的话，是可以。原本大家是觉得警戒的年限是在也许27、28年，那目前可能还可以再延后几年。但是所以我说我不会把它讲的是很乐观，但是在维持水位上面的努力也不是没有效果。如果再延后几年，现在已经即将2025年，所以5年，搞不好5年之后就比较入不敷出，就对了，有可能。我们会这部分我认为要多元的做法。对啦，因为这几年我们的税收好，我们拨补的钱也是比较猛一点，然后呢，股市也好，对，股市也好，所以投资哇也是在赚钱。可是我们不能每年都期待哇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当然是这样最好啦。那可是投资有赚有赔嘛，就是这件事情比较稳定性不够啦。是。那所以，我曾经访问之前的部长，他的讲法是说，劳保的改革这件事情，仍然是需要靠政党的协商。你赞同吗？我想劳保的改革里面确实它会牵涉到，其实就国外来看的话，不脱还是几个做法啦。你要嘛就是给付下降，你要嘛就费率提升。对啊，对。好，那当然这几个做法，当然都对于既有的劳工的权益来说的影响，都是因为劳保的已经很少了，都是蛮大的。对，其实都是蛮大的，所以这些做法现在在整体的政策评估里面都会比较谨慎，所以不太考虑会走这样子的方式。现在在政策上面，并没有考虑。现在仍然是以努力赚钱、努力增加拨补为原则。是。好的，希望我们国家赚大钱。好了，最后几分钟我们来谈一些比较开心一点的事情。好，劳动部出手拆弹，所以你还蛮会谈判的哦。那可是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没办法，工会就会希望争取更多，然后用罢工这件事情来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你有信心、有把握吗？接下来可能会面对更多哦。因为其实因为中钢运通其实是一个中钢旗下的一个也算是国营企业的子公司，所以一个国营企业的罢工，其实当然是我认为在社会上面会。如果真的罢工，当然是一个会很受注目的事情。但因为我过去从立委的时期，其实我就蛮关心这些船员的劳动问题。那其实我想不只跟中钢运通的工会，其实一些工会其实长期都有累积一些互动跟信任的基础。那当然这次我觉得还是要很谢谢，不管是工会或公司，就中钢运通工会或公司。其实我认为大家都在最后释出了一些善意。那当然，我们在这里面扮演一些协助大家协调或建立信任的工作，因为确实过去双方的分歧是很大的。那我们的工作是怎么让那个信任可以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有一个起头。那在这个基础下面才有机会，在上周最后让。这个我想其实不管是对于公司或者是工会来说，都取得了一些共识。那也许从各自来说，他们都会觉得不满意，但可接受。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因为你过去其实跟这些比较基层的公运啊，或者是这些比较弱势的团体们，一直维持着一个良好关系，所以。未来就算碰到这种状况，你沟通起来也会比较顺畅吗？就是信赖感有被建立起来，未来这会不会是你的利基啦？你就不用客气，就直接说对，我认为是。我觉得其实我这几年，尤其投入到政治工作以后，这几年我觉得我有一个心得，就是通常。容易做的事或简单的事不会轮到我。
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是通常都是一些，我觉得常常我们都是被指派去做一些相对很困难，或者是大家不看好的事情，然后所以就会被从牛棚扣上来这样子。所以，我不敢对未来打太多包票啦。可是我觉得，至少在我的工作里面，我们其实一直觉得怎么样是从一个比较基层的观点或弱势的观点来看待事情。那劳资确实是双方没有错，可是常常劳工在各种的谈判的过程里面，其实常常也都是相对比较弱势的。对呀，所以我觉得要理解那个他相对弱势的那个关系。在这个理解之下，是比较有帮助于真正的面对问题跟处理问题。我觉得这个它都可能不是只是一个表面的理解，而是你必须从他的某一些真实的处境下面去看到他身处的位置，或者他在这个看起来看似一个形式上面的谈判里面，他需要被帮助的地方。了解，我觉得你对于这一块应该是比较了解。劳资之间，你对于劳工、对于弱势这一块，其实过去就这个琢磨非常多，然后沟通也非常的多。所以另外一边相对立面就是资方经济部，你跟他熟吗？我其实都会用说，我们怎么样互相考虑。因为其实，在很多的争议的事情下，假设大家都只是你想你的，你只想你的，他只想他的，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难会有交集的。你怎么样去创造一些条件，让大家有机会愿意互相考虑，考虑你的立场，考虑你的需求。我觉得这个能够互相考虑这件事情是，至少在中钢运通这事情，我们那时候把重启调查报告给公布以后，就马上投入到这个工会跟公司的协调里面。我是真的很谢谢双方，大家在最后的时候是释出善意，希望也为对方的某一些需求跟期待，合理的需求跟期待去做考虑。你跟经济部的沟通会好吗？其实我这次当然我也谢谢经济部，这次也谢谢经济部，包括谢谢国营会，因为都在这个谈判的过程里面，大家都帮忙了双方建立信任。因为常常有的时候不见得无解，可是有的时候越拉大家越分歧，那就会越往大家不乐意看到的状况走。所以这次的处理，最后当然工会他觉得他争取到了一些他可以接受的事情，所以他愿意取消罢工。那以这样一个国营事业罢工来说，我还是必须谢谢双方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劳动部长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访问，也这个祝你新年快乐，要跨年了。好的，非常谢谢你，下次见，拜拜，拜拜。